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今天我们来做海绵蛋糕。上一期看过戚风蛋糕，鸡蛋的大小会造成怎样的影响，你们应该有所了解啦。一样，先用3个小号细蛋来做，看看结果如何。稍微温热的蛋液粘性会减弱，这样更有利于把空气打进去，节省打发时间。觉得麻烦，你也可以不加热，只是打发时间稍稍更久。超过40度就 OK 了，没有温度计那就用手感受吧，温温的就好，不好太热，把鸡蛋给烫熟了。3个鸡蛋连碗的重量先记一下。把玉米油和牛奶掺到一块儿，就这样放着加热保温，等到要用了才拿出来，这对后期的面糊帮助很大。倒入搅拌盆，直接开最高速搅打。细砂糖一次过全部加进去。就这样，先用高速打10分钟，然后转低速打3分钟来消除大气泡，蛋糊才会细腻有光泽。蛋糊体积是原来的3倍大，画出的纹路不容易消失，表示蛋糊打发好了。从这一刻开始是关键，后面一步接一步的，千万不能让面糊等太久，否则它一怒开始消泡，你就头大了。滴进面粉过筛。你看，正常情况下，面粉应该是被撑在上面的。如果你的面粉沉下去，那表示蛋糊还打不够。拌到看不见干粉后，加入第2次面粉。有规定一定要分2次加吗？不一定的，一次过加进去也可以，分2次是为了更容易混合均匀。拌到看不见颗粒状，面糊顺滑有光泽就可以了。玉米油和牛奶实际多少温度不重要，重点保持温热就好，这样比较不容易造成面糊严重的消泡。先取部分的面糊混合均匀，主要是改变它的质地，稍后倒回去呢，它就能轻松跟面糊混合均匀。像这样倒，拌匀。模具垫纸是为了方便脱模，最好比模具高出一些。这些都要事先弄好，面糊可没有耐性在那边等你慢慢折、慢慢剪哦。弄平表面，震掉大气泡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160度烤45分钟。烤完是这样的，马上脱模放凉。放凉后怎么会这样？我估计不是配方和做法出错，因为它只是稍微凹陷。如果配方或做法上出错，凹陷会特别严重，像这样。我这是犯了低级错误啊，忘记提前预热烤箱。面糊入模后呢，在烤箱门外足足等了10分钟，造成面糊严重消泡。不管烤什么蛋糕，烤箱都必须要预热至少10分钟哦。那这一个情况并不是这样，外围的组织还算正常，中心的气孔却不见掉，像是被压扁了。我估计是热空气遇冷收缩造成的。松软程度也还 OK。为了验证，我再做一个蛋糕。配方基本不变，一样用稀蛋，做法也没问题，面糊没有严重消泡。入模依然有8分满，震掉大气泡，送入烤箱。出炉啦！马上脱模放凉。为了不让热空气冷却后收缩厉害，我多做一个动作，震几下，把内部的热气逼出来，跟周围的空气做一个交换。结果呢，它就没有凹陷啦。漂亮。所以啊，你别看它只是小小一个动作，忽略掉多少都会造成影响的。内部气孔分布均匀，
回弹力十足，这蛋糕算是及格啦。正式进入主题，你说家里只有大鸡蛋，直接用可以吗？来看看吧。3个大鸡蛋的量，其实真正是多在蛋白，一样超过40度，是温热的。接下来搅拌速度啊、时间、做法通通一样，我用快速播放。面糊已经打发到位，拌入面粉、牛奶和玉米油。面糊没有严重消泡，那它的量肯定要比小鸡蛋更多。已经接近9分满，但是比高度没有意义，我们要看内部结构。出炉啦！放凉后它有一点不算太严重的缩腰，内部组织看起来也还不错，就是底部有一点沉积。所以直接用大鸡蛋，蛋糕可能有些不完美，但并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。松软程度似乎比小鸡蛋更好。这里我必须澄清，以上的画面是我隔了1天才拍的。当天放凉后，我并没有看到缩腰，就是不知为何隔天就缩了。为了说明大鸡蛋不一定会造成缩腰，接下来我换成分蛋法来做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。先打蛋白，细砂糖不分次全部加进去，打到阴性发泡，拉出这样短小的尖角即可。蛋黄一次一粒，慢慢加，整个搅拌蛋黄的过程大概3分钟。或许你也发现到了，用分蛋法可以缩短打发时间哦，10分钟以内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步骤完全一样，我快速播放。出炉啦！放凉后，你看它并没有缩腰，但是依然有一点沉积在底部。不过呢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整体还算可以的。所以在不调整配方的情况下，直接换成大鸡蛋，蛋糕不一定会缩腰，但必定会有一点沉积。另外，有听说分蛋法做出来的蛋糕比较干，我个人是分辨不太出来，感觉都差不多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